干什么？想吃啊？说简单，也会为浪漫感叹。说自然，算你有良心啊！制造浪漫。笑什么？没什么。这水我给你吃了吗？我就是想到第一次在店里我们两个一起吃流沙包，我当时特别想把里面的流沙挤在你的脸上。我怎么没想到呢？给我。来。喂，等一下，要不死你还是个人，不能动，给我回去！啊！哇，我没看见。biu biu， 记忆删除。我去换衣服，你收拾一下。对了，猫屎也铲一下。凭什么？行，我铲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那本书，如果你实在想看的话，我上网再帮你买一本就是了。不用，回去再找找看看。好。哎，你跟那个米谷最近有见过面吗？最近，抗洪回来见过一次。哦。怎么了？你找他有事儿？没有，我就问问。张老师让你帮他打听消息的吧？没有。切，张老师他对米谷的那点心思不要太明显啊！我只是没有想到你居然也会干出这么婆婆妈妈的事情，人设再次崩塌，梁队长。走了。梁木泽，速来花店10万火急。其实插花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要把配色选好，不能太杂乱。比方说呢，我用这3种色系就显得比较配色不易杂乱。比方说，根据你要送花篮的人的年纪，还有他的气质特征去来配色。当我选择这个记名的时候，根据留得太长。嗨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那个小军的小女朋友给他寄了个明信片，我给送来。啊，顺便学学插花，陶冶一下情操。嫂子，小军呢？哦，他在楼上，你去看他吧。那我去看看他啊。你慢慢学。哎，为了让它的吸水面更大，所以我是斜着剪。就在这里。哈，哈。小军。啊！我天，梁木泽，你终于来了！快点，再把那套军体全做给我看看，快点！怎么了？谁给你麻烦了？没谁，是轩轩。1个月前，他寄了一张明信片到医院，可是寄到的时候我都已经出院了。今天张医生才给我送过来。他在明信片里面提到，想在生日那天看我表演一套军体拳，可是有些动作我记不太清了。就这事儿啊？这事很重要，好不好？好。小军，啊，怎么啦？没事。啊，阿泽晚上在这吃饭吗？行啊。小军，不要总是缠着阿泽啊，他刚回来，很辛苦的，让他歇会儿。
没事，我陪他玩会儿。好。作业写了吗？还剩一点儿。先把作业写了。是。你现在要这样。啊，是。是。怎么就你自己了？哦，梦真买菜去了，说要跟你接风。哎，你看，有我。啊，那，帅吧？哈哈，这穿上军装啊，就是精神。这个人是你们医院的吗？啊，不是，他们公司啊，在我们医院设立了一个叫公益研究基金。那天，夏初的一个朋友要采访我，我就带他录了些，没想到还都用上了。夏初的朋友，米谷啊。对了，米导说了，下一期他打算做一期城市独立书店的主题。我觉得，把梦真的这个店推荐给他，多好的宣传啊！把谁？你跟他叫什么？梦真呢？陈梦真，好听吧？不光是名儿好听，人长得也漂亮，这气质啊也好。不光懂得生活，人家还会做生意。你看这个小店经营的多好啊！哎，谁要是娶了这样的女人，那真是牛了掰了。张医生，你经常过来吗？不，第一次，以后我会经常来。以后别来了，别打他主意啊。我没打他主意。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不是改什么改？我一个未婚男性欣赏一个单身女性，无可厚非啊。嫂子不一样啊！再说张医生，你的爱好我太清楚了，对嫂子欣赏得了啊。如果他和小军因为你受到一点伤害，我可能饶不了你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你俩什么关系？我嫂子嘛，我战友的遗孀啊。我知道是你战友的遗孀，不是你对象吧？退一万步说，就算我看上陈梦真了，嫂子回来了。我忘记带手机了，没事，不用管我。你们继续聊啊。等我回来就开饭。好，不着急，别买那么多啊。真好，赶紧回去吧，你真能开饭啊？那我不得吃完饭再走吗？没带你的份儿，赶紧回去。我跟你说，我开玩笑的，你还当真了？行，我走。看出来了，我要在这儿，你饭都吃不下。行了，走吧。哎，你们医院是不是有一个独立药理检验中心？没错，全市最好的。怎么了？这瓶药给我检验一下。这公差还是私差？公差，快走吧。行了，交给我了。病房怎么样？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你不是休息吗？啊，我给朋友办事儿，路过这儿，顺便给你们女孩带来点吃的。谢谢老师。其他的都还好，就是之前有一个做过心脏手术的病人，他苏醒之后情绪变得异常的敏感细腻，据他妻子的描述，和之前简直就是判若两人。性格变了。我查了供体心脏的来源，之前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，生前热爱读书写诗，养病期间还创作了近100首歌词。你是说他因为移植了别人的心脏，他的性格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呢？我只是在想，既然心脏是向全身输送血液，包括向大脑供血，那有没有可能导致供体的一部分干细胞在到达脑部之后，影响了受体的记忆功能？这也是排异的一种表现呢？我觉得是你想多了。其实啊，就是一种心理暗示。你想想看，一个20多年心脏病史的人，九死一生，突然一下获得重生了，性格上发生一些巨变，这非常正常。再说了，他也知道供体是个20来岁的年轻人，他不自觉的就有一些心理上的变化，对吧？
这玩意儿也难说。有一件事情我一直也很奇怪，你看咱们老祖宗发明的汉字啊，凡是跟情感、情绪有关系的，全是心。你看啊，看着美女了，动心；爱上了，痴心；失恋了，伤心，是不是？会不会有什么医学上解释不了的呢？哎，要么这样，你找心理科的医生咨询一下，说不定他们有更好的建议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哎，张医生，你给我这药有点问题。赶紧去吧。哦，什么问题？这药的规格有点奇怪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你甭管从哪弄来，你就告诉我，有毒还是没毒？行吧，那等结果出来了，我就告诉你。抓紧时间。好，别跟人乱说啊。好。老师，哎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刚才那瓶药是不是梁木泽给你的？他也告诉你了。这个大嘴巴，他还让我替他保密呢。他为什么要检验？你为什么要关心他的事儿？只是好奇，随便问问。哦。上车呀！我给你的那瓶药，你吃过了？吃过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那你为什么还让老师找人帮你检验？张医谁告诉你的？我自己看见的。梁木泽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你怀疑我用假药骗你？不是，这个事跟你没关系。那跟谁有关？先上车。到底是为什么？你得给我一个理由，要不然我会觉得我的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。等检验结果出来再说吧。好，那等结果出来，我们再见面。饶志，好，马上过来。谁啊？米谷，你怎么了？神经兮兮的。那个电梯男死变态又出现了，今天差点冲到我家里来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怎么这么倒霉，遇上这么一个瘟神啊？还不是因为……因为什么？因为点儿背呗。你吃饭了没有？气都气饱了。你那个极品同事又给你下套了？还不是那颗卤蛋梁木泽？他居然拿着我给他的药去我们医院检验。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？难道他真的认为我会拿着我自己的职业优势，在给他的药里面下毒吗？我有这么坏吗？夏初，我决定了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搬家，绝对不和这么腹黑的男人继续合租。万一他真的发现什么了呢？他能发现什么呀？那个药是我亲手给他的，绝对不可能有问题。我把药换了。什么意思？那天我去接二喵，我把瓶子里的药换成了安神药。你为什么？
因为卓然，他很担心你。夏初不太好。啊？前些天我跟他吃饭，发现他神经绷得特别紧，压力很大。不会吧？我刚跟他视频，我觉得他状态还可以啊，还跟我说要跟医疗队一起去抗洪前线呢。他是在躲避我。我的这次回来似乎给他造成一些困扰。你是想让我劝劝他？这是什么？安神药。夏初他有滥用安眠药的前科，是在我离开之后养成的恶习。这个我知道，可是他不失眠已经很久了。我还是不放心，我怕他会重蹈覆辙。你一直关注着他。对。你要我做什么？你找机会翻翻他随身携带背包，如果发现那些药，就用这个把那些给换掉。这个剂量很小，就相当于安慰剂，吃了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。你我都希望他好，是不是？我真的以为那瓶药是你在吃。你们很熟吗？如果不熟的话，换药这种事情，他为什么会找你？因为他知道我们是好朋友。之前他突然病发，也是你送他去医院的。那会儿正巧我们在聊工作，有一些咪咕，我想听实话。夏初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，那个在机场让我一见钟情的男人吗？我跟他用一样的行李箱，他就住在我家对面的酒店，他的窗户刚好对着我们家的落地窗。我以为我跟他是有缘的，直到你说他就是卓然。我之前没有告诉你，是我认为我可以放下，我不想让事情变得复杂。那现在为什么又肯说了？对不起。夏初，那个药是卓然让我帮你换的。大家好，我叫卓然，卓越的卓，然而的然。你好，夏初。卓然，是我，夏初，我回来了。你跟那个米谷最近有见过面吗？我把药换了。你为什么？因为卓然，他很担心你。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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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。只会有好多崎岖的经过，要前往幸福沿途，难免有风波。精心穿越了时光，卷起的暴风，两双手依然选择继续紧握。不计较什么，只要笑比眼泪多。